你们中介怎么选的房子？这房子里绝对不干净。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啊，都有人盯着我们。怎么有问题？之前不是确定过没问题，甚至打电话跟卖方对峙过了。可能这对夫妇精神有问题吧。小秦风此时正在我发小的公司里上班，好不容易成为了销官，才顺利提了成，没想到就有麻烦找上门，说我卖的是凶宅。先生女士，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跟卖方核实过的，请您放心，绝不可能是凶宅。你说不是有用吗？我们每晚看到的还能有假的不成？唉，他们再每天这样闹，生意怕是都要做不成了，只能让帽子叔叔来处理。你好，我们是该街道公安局的民警，请你详细描述一下事情经过。我们在他们这里买了套二手房子，这房子闹鬼啊，我们根本没法住。我觉得是他们纯粹精神有问题，应该去精神科，而且天天闹，搞得我们这里已经半个月没法开张了。好的，具体我们会去了解情况，请放心等待。先生、女士，我们已经走访过了，确实没有什么，而且内部系统里显示这片区域没有发生命案，所以请不要再闹事，影响商铺的正常营业。就当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之后，过了一天，他们居然又来了。谁来管管这个黑心中介啊？卖的房子里有鬼啊，这怎么住人呢？必须给我们退房，连上精神损失费一起赔。唉，绝了，真的绝了，摊上俩精神病。大家都想想办法吧，照他们这么闹下去，我们就不用做生意了，下个月都等着吃土吧。他们既然说那间房子是凶宅，那咱们就进去住2晚。如果我们都觉得正常，那就不是房子不正常了，是他俩自己不正常。还是二当家的有办法，到时候看他俩还怎么闹。既然房子是二当家卖出去的，主意也是二当家想出来的，那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二当家。行啊，别说那不是凶宅，就算那是凶宅，我也。而且真要退房，也就损失个提成，不然继续闹下去，损失怕是更大。我这就去把他们找来，商量商量这事。那就按你们说的那样，睡2晚真有问题，卖方必须过来办理退房。终于把这2尊大佛送走了。秦风，我给你带了几个高清摄像头过来了，接下来就辛苦你了。要是真闹鬼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最好是个女鬼，老子连夜去把它办了。行了，有啥辛苦的，就当休2天假呗。终于到了这小区，既然那对夫妇已经走了，我倒要看看里面是怎么个事。年轻人，你不是我们小区的吧？我不是这里的，但这里有间房子是我卖出去的，买方非说房子有问题，我来住2晚，看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哪一间？就面前这栋的5-2。5-2是不是半年前卖出去的？对，你是一直住在这小区吧？你知道那房子？这小区刚建成的时候，我和我老头就搬进来了，在这住了有20年。那您知道这小区有出过什么事吗？比如5-2。这房子一共卖出去2回，一回是你卖出去的，一回是15年前卖出去的。第一回卖出去之后，那房子就一直没人住过。是吗？这个房子已经卖过1回了，可是卖方没提起过。虽然卖过几次不影响，但是为什么一直没人住呢？老人家，这房子之前没有租出去过吗？没租出去过，一直都是空着的。年轻人，那房子没啥好住的，早点回去吧。终于上了，赶紧先把摄像头都装上，可算都装好了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玩2把游戏就得赶紧睡了。谁呀？这大晚上的没带钥匙吗？不对啊，我现在不是住的我的出租屋啊，而且我没有室友，更何况现在是别人家里，那会是谁呢？门外是个黑裙子女孩。你哪位？找谁呀？我找李秀梅。李秀梅在家吗？据我了解，这个房子的历任房主可跟这个什么李秀梅扯不上关系，姓氏都不一样。你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没有李秀梅。这人脑子有问题吧？都说他找错地方了，为什么还不走？算了，不管他了，等会儿放了水再来看看。终于走了，
可以继续睡了。我人怎么从卧室被搬到了客厅？是不是有人进来过？我操，这都是些什么鬼东西啊！这水泥印子明显是高跟鞋踩出来的，而且到卧室门口就停了。他妈的，这吓死人！得赶紧跑！哎呀，可算逃出来。那脚印不会是昨晚敲门的那个女孩子留下的吧？难道她半夜趁我睡着后进了屋子，打开了房门？和她那小身板怎么能把我弄到客厅的呢？好兄弟，你倒是快接啊！二当家，你看看现在才几点，你不睡觉啊？你快来一趟，我这边出事了！这么晚了，你在干嘛呀？你睡你的，我兄弟出事了，我得马上过去一趟。孟老板，你可别挂电话，我有点害怕。行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就见鬼了呢？于是我一口气将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讲给了他听。兄弟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现在开玩笑，我他妈鞋都没穿我就跑出来了，我电脑都没带出来。你说半夜有人敲门，我信；你说你梦游睡到客厅还开了电视，我也信。但你说地板上有水泥鞋印，哼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那要不咱俩再回去看看？你说的鞋印呢？在哪儿？就在那儿，之前真的好多鞋印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怎么就没了？老子真的信了你的邪，大清早你还真把我骗过来，你有毒吧？我要是耍你，我就不孕不育还儿孙满堂总行了吧？让他直接看监控。最后我们开始播放起凌晨的监控，没想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。是吗？我自己梦游一样走出了房门，然后打开电视开始看，一直等到5点才惊醒。哥们，这视频里也没发现你说的水泥脚印啊，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？要不我给你放1周的假，你出去走走散散心再回来，或者等天亮了咱去医院看看。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有梦游这毛病，但我跟你发誓，我真的看到了水泥鞋印，但我不明白监控为什么没拍下。这样吧，我们跟房主说的是睡2晚，那今晚我跟你一起过来睡，如果你能看到水泥鞋印，那我肯定也能看到，行不？于是当晚8点，我和孟一凡约好后，又一起回到了那间房子，边吃边聊天。咱俩今晚谁都别睡，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古怪的事情会发生。别说我不信那些牛鬼蛇神的东西，就算真有鬼，我孟某人让他再死一次。好晕啊，咱们去主卧歇着了。这是啊，有人敲门。谁他妈大半夜来敲门啊？喝高了吧？这时间又是凌晨12点，他大爷的，不会又是来找李秀梅的吧？等等，让我先说说。果然又是昨天那个女孩。我说吧，这回该信了吧？他上回就是找李秀梅的。昨晚你都跟他说清楚了，这里没有李秀梅，他有毛病吧？你别再来了，这里没你要找的人，不要老打扰人家休息啊！这女孩看着也太瘆人了，皮肤一点血渍都没有。她突然指主卧的方向干嘛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病啊！再骚扰我们，我就报警了。这女的应该这里有问题，不过我们反正也就住这一晚了，回去睡觉吧。要不我们换个房间睡？妈的，刚刚被那女孩一指，瞬间就不想睡那里了。大哥，那2口子就是觉得主卧有问题，如果我们不去主卧，来这一趟是干啥？要是证明不了主卧没问题，这房子的中介费没了不说，咱们门店的声誉也要受影响，你还要损失小1万呢。二当家，进去吧。这人真的是睡眠质量好，还好房门已经反锁了，应该不会出问题了。不行了，刚刚8加1喝多了，想去厕所。怎么周围又有声音？电视机它又开了。我这是又梦游了，而且消失的水泥脚印也再次出现在原来的位置，但这时已经是反方向了。
像是往外走一样。莫一凡，你快过来看！他居然在沙发的另外一头拿着遥控，盯着眼睛看电视。莫一凡，快醒醒！我操！什么玩意？太吓人了！莫一凡，你家的跑那么快，等等我。怎么可能？我在床上睡得好好的。看来像他这样胆子大的也扛不住这事儿啊。穆老板，那房子不会真出过事？房子是你卖出去的，你问我有个毛用啊？我还想问你嘛。我之前还确定没事，但现在我不敢保证了。总之我之前询问过卖家，卖家说没出过事，甚至连警察都说没问题，所以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真他娘倒霉，这事现在不好处理。看来这房子是退定了。但根本问题已经不是退不退房，退房大不了退个中介费用，可万一买家要起诉，那我们就不光是退钱，还得摊上官司。这房子肯定有问题，你应该也看到那些水泥鞋印。是啊，我以前根本没有梦游这毛病，刚一醒来就看到那玩意儿，那脚印太吓人了。我们现在肯定是不敢回房间了，于是我俩就这么待到天大亮才缓过来，连忙叫了2个实习员工来。2位领导，咱到这儿来干啥？带客户看房子吗？不是带客户去看，是我们去看。半年前二当家卖出去的那套房子真的有问题，里面不干净。不干净，要不请家政公司去打扫一下。打扫个屁啊！我的意思是里面闹鬼。我们4人回到了楼上，此时脚印又消失。你们一起来看一下监控。等我们看到门口的那一幕，简直被吓坏了。我操，这也太吓人了！这啥也没有啊！不料昨天开门的时候，可不是监控里这样。这监控里只有我跟孟老板站在大门附近，而大门外边一个人都没有。监控里怎么有敲门声？外面不是没人吗？你是不是傻？肯定是有人恶作剧，敲完门就跑啊！我家那栋楼经常有小孩这么干。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就好了。可昨晚我和孟一凡是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女孩站在门外，现在却不见女孩的踪影。老板，你这是在跟谁说话？昨晚有人敲门，是个女孩。那女孩前天也来敲过门，说找一个叫李秀梅的女人，而且我和老妈都看到了她。但是监控为什么没显示出来？怎么会呢？监控都拍到你们2个了，怎么会拍不到那个来敲门的女孩？而我当时根本不敢说我所想的那个猜测。这里应该是有鬼，或者这里死过人。让人想不通的是，如果这间屋子里真的死过人的话，而那个女孩又是鬼，那她会不会就是死在这间屋子里的人？她口中的李秀梅又究竟是谁？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监控，果然后面如预料的一样。领导，你们这是一起梦游出了房门，太吓人了吧！二当家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你躺床上干嘛？我在想，如果这间房子真的出过事，为什么警察的内部档案里面没有记录过？而且警察还派人来这附近走访过，也没调查出结果。那就只有一种解释，有人死在了这里面，但是没人知道。百家夫妇总说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，而且只有在主卧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。我怀疑出事的房间可能就是在主卧。是的，你们二当家住的第1晚发现的鞋印是通往主卧，我跟他住的第2晚鞋印就换了个方向，像是有人走出来。看来问题就是出在主卧。领导们，别吓我们！可是我们2个好像并没有感觉到有人在盯着我们看。但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我们2个人经历的，不是吗？其实我还听到了水泥护墙的声音。如果这房间里面真的有那双眼睛，你们觉得那双眼睛会藏在哪？房里就6面墙壁，地板跟天花板都不可能，床头柜这堵墙也不太可能，因为这堵墙的外面已经是房子的外面了，墙面并不厚，有门的那面厚度自然也没问题。最可疑的就是衣柜这堵墙了。是的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主卧的空间不太正常，面积居然跟次卧一样大小？正常房屋都是主卧比次卧大一些。确实这房子的格局不正常，这面墙估算一下厚度可能达到了1米了。二当家有什么问题没？我去，二当家，你给人弄坏了，要赔钱的吧？这堵墙里面有东西渗出来，腐蚀了衣柜背板。看来这事没准要惊动警察，我先联系买方，让他马上过来。
喂，胡先生嘛，咱们现在可以商量退房的事宜了，啥时候有空？同意退房了。好的，马上就过来。你们这拿的锤子和撬棍是干什么？胡先生，我先问你个问题，这个衣柜是你们搬进来之前就在这里的吧？对啊，当时还是你带我们来看的房，这衣柜可不就在这儿吗？我跟我老婆看这衣柜还是好好的，加上装修完也缺钱，就一直在用着。那我现在要把这衣柜砸了，你不会要我赔钱吧？砸了？这好好的，你砸它干什么？这衣柜后面的墙里面可能藏了一具尸体。我的天，这墙面上有块人形的墙皮全都鼓胀了起来。这堵墙里面果真藏了一具尸体。快报警！我在卖出去的二手房墙里发现了一具陈年干尸，等警察把它挖出来后，我却发现昨晚见过他，这黑色长裙跟红色高跟鞋，跟今天凌晨来敲门的那个女孩的打扮一模一样。这味道也太臭了。他们只是觉得臭，我俩昨天可是见过躺着的这人出现在门口啊！你们真的是缺大德，把这么凶的房子卖给我！再骂下去，祖宗18代都要保不住了。我们这也太冤了，只是个牵线搭桥的中介而已，这种隐藏的事故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告知。这一天我和孟一凡算是没消停过，我们先是去了警局，配合警方做完了笔录，本来可以离开了，可那个胡先生不肯放过我们。你们别走，你们刚刚可主动说了退房，而且这个事故得给我们赔偿20万的损失，里面包括的是装修费，还有我跟我老婆的精神损失费。退房这没得说，于情于理，卖方那边必须给人家退，因为卖的是凶宅，那这么大笔赔偿实在有点过了。不是吧，先生，我们作为中介给您退房一点毛病没有，但这20万损失跟中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卖方故意隐瞒吧？请勿在此争吵，你们配合调查已结束，这起案子跟你们无关，可以走了。你们之间的纠纷作为民事纠纷，已交由辖区派出所处理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派出所里调解了一整天，到天黑也没调解出结果。听警方的消息，卖方已经被传唤了，一旦卖方跟藏尸案有关，不出意外，买方要退房这事不挺麻烦。你们这些无良中介等着吧，老子必须起诉你们，明天老子就去法院告你们。退房对我们来说并没太大损失，我们就怕摊上官司，一旦摊上官司，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就是损害生意的事，这事很致命，搞不好我们以后的生意就难做了。哎，以前我爷爷跟我说，我们家的人不适合做生意，做生意指定会出事。我之前还不信，现在老子信。这官司一旦打起来，搞不好我门店都得关一家。没办法，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今天太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后面就见招拆招吧。这睡在自己的床上就是舒服，也不用担心半夜有东西来敲门。这间房子我反正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了，里面有什么东西也都跟我没关系。妈的，怎么又有敲门声音？我这可是在自己家了。凌晨12点，就是他妈的凌晨12点，这巧合实在有些过分了。谁呀？我找李秀梅，李秀梅在家吗？我知道回家了，为什么她又来了？这女孩到底是谁？她是我们在那间房子里挖出来的干尸吗？就连衣服都一模一样。如果是干尸，那么她苦苦找的李秀梅是谁？是害死她的人吗？手机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？太不对劲了！之前在家从来都是满格的，难道是这个女孩的原因？这只能找人求救了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麻烦帮我报个警！这外面居然一点灯光都没有。虽然12点了，但是这里年轻人多啊，不可能一个熬夜的都没有吧？求求你们帮我报个警！我是1302的住户。这也太安静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都会是。我那时有些急了，上了阳台，甚至想，万一那个女孩闯进来，我根本无处可躲。没想到我刚刚往下看，一个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孩
就好像凭空出现一般，闯进了我的视线当中。他就站在我们这栋楼的楼下，正抬头望着我。我刚刚貌似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尸臭味。我操！那个女孩刚才明明在楼下，她既然在楼下，又怎么可能同时敲门呢？我到底被几只鬼缠上了？如果不止一只鬼，可找李秀梅的只有那个女孩。她是怎么做的，在楼下堵我的同时，还能在楼上敲门的？这也太绝望了！求求时间快点过吧。就这样，我一直撑到天快亮，敲门声才停止，信号也恢复完够了。秦风，你赶紧过来一趟，我们摊上事儿了。你先别管官司的事，我现在跟你说一件更重要的事。谁他妈说官司的事？我们真的摊上事儿了，你赶紧出门，马上！我短信发了个地址，你赶紧过来。我俩这是祖坟被人给刨了吗？又是官司，又是见鬼，这下又有事发生。现在看到门，我都快应激反应不可开了。这白天啊，鬼应该不至于这么大胆吧？这门口摆着什么东西？居然是一张照片。这女青年的着装跟那个来敲门的女孩的着装是一模一样。拿了啥？还用黑塑料袋装？秦风，我俩这回是真惹上事儿啊！你看看这儿，这谁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昨晚有人来敲我家的门，找李秀梅，敲了整整1个晚上，我哪敢再去开门啊？天一亮我就想去找个大师看看，结果出门就发现门口放了这只高跟鞋。完蛋，昨晚也有人来敲我家的门，也敲了1晚上。不对呀，你女朋友不是跟你住一起？她昨晚没在你家吗？她是在旁边，但她从头到尾什么都没听到。她为了证明没人敲门，还想去开门，我死活不让她开。结果她说我神经质，我只能去另一个房间躲着，一直躲到天亮。他妈的，和尚的敲门声只有我和穆一凡能听见。那你给谢鹏和李新阳打过电话没？打了，他俩正常的很，好像只有我和你才听得到敲门声。我怀疑是我那晚去开了门才会发生这种事。秦风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件事可能没这么简单，即便是因为你开了门，那我们也只招惹上了一只鬼。这只鬼怎么可能同时在2个地方都敲门，还敲了一整晚？而且你看看这个，这张照片哪来的？我也跟你一样，在自家门口发现的。咱们恐怕真的撞邪了。他给我们留下这张照片和一只高跟鞋，怕是不想让我们置身事外。我俩是干房产中介的，又他娘的不是阴间黑白无常，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跟鬼你还讲什么道理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查清那具干尸的身份，不然咱俩可能没几天活头。随后我们进了餐馆，边吃边聊。那干尸的身份，怕是只有警察才能查得到。我记得你之前卖的花园小筑那边的房子，买家是一个警察，你们平时有联系吗？对啊，当时业主提出表示可以90万卖，我挂了105万，后面降了3万，最后以102万的成交价给了个警察。别人还对我千恩万谢，说要交我这个朋友，就是后面没联系了。现在小命要紧，赶紧联系看了吧。喂，刘哥，打扰了，能不能托您帮我查的事？兄弟，这事不是哥不帮你，这起案子已经立案了，要是有关消息泄露，相关人员要被革职的。但话说回来，你是我兄弟，哥说什么都得尽力而为，只是上下打点，怕是要花些钱。好说好说，刘哥，那我先定好地方，恭候您的大驾。刘哥，我听秦风说你烟瘾大，这是一点心意，希望交个朋友，见面礼有点寒碜，您可别介意。客气了，秦风的朋友就是我老刘的朋友，礼轻情意重，你这个兄弟我认了。你们托我打听的事，我给你们打听到了，但这起案子怎么说呢？很重大，跟很多年前的一起大案重合了，所以我接下来说的，希望2位兄弟烂肚子里。出了这门，刘哥今天说了啥？我俩这记性可记不住。你们让我打听的这个女死者叫李秀梅，是15年前一起灭门案的凶手之一。警方追查了她15年，但没想到她竟然早就已经死了。什么？看来墙里的女人就是李秀梅，而且生前还是一起灭门案的杀人犯。就是15年前那起案子，轰动一时，还上了新闻。刘哥，我们那时候还小，根本没关注过这些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这起案子说起来也邪门，那是15年前有对年轻夫妇在青岛租了一间房子，离谱的是他们从没交过房租，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刚从乡下来还没钱，说等工资一发就立马给房东。
善良的房东看小两口可怜，就让他们先住进去了。没想到1个月后，这租客说家里老人生病了，工资寄回去了，让房东再宽容。之后更是找各种理由不交房租，白白在房子里住了半年。这房东就算再心善，也察觉出了不对劲，于是跟这小两口大吵了一架，让他们立马把房租补齐，不然就报警。小两口见骗不下去了，当下立马答应，表示给他们1天时间补齐。第2天，房东因为有事，就让自己的老婆替他去收租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房东老婆一到那里就被绑了。原来这小两口早在前1天晚上就计划好了，要制造一起惊天血案。房东见老婆迟迟不归，于是又让自己大儿子去看他，结果大儿子也没回来，于是他就亲自又去了一趟。就这样，一家人挨个进了魔窟。既然是灭门的打算，他们又去到房东家里，把5岁的小女儿也哄到家里，然后将房东家里洗劫一空。最后，一起惊天血案就此发生。警察赶到时，在出租屋里只发现了房东一家3人的尸体，而小女孩则不见踪影，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。有人说那个小女孩已经死在了外面，也有人说那小女孩没死，是被那小两口给拐走了。这就是15年前那起灭门案的全部经过了。这案子是挺邪门的，不过邪门在房东一家人太傻了，就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吧。这个李秀梅在犯案的时候叫李玉娇，犯案之后她和她男人逃走，随后改了名字叫李秀梅。警方找了这2口子15年，没想到李秀梅早就死在了墙里。发现他尸体的那间房子最初的户主到底是谁？会不会他就是杀人凶手？现在还在调查，我们这边把几任户主都调查了一遍，嫌疑最大的就是第1任户主，现在已经传唤了，但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那这第1任房主叫啥？跟你一样的姓，叫什么秦国文。哦，怎么跟我爸的名字一样？我卖书的2手房墙里藏了一具干尸，而警察怀疑的凶手竟然跟我爸同名。刘哥，你们怀疑的这个秦国文多少岁了？他是哪里人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不过我今天在单位看到过这个人，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听口音还是本地人。我爹不仅名字，就连外貌都跟他这描述一模一样。不过我爹怎么会跟命案扯上关系？而且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在外面还买了一套房子。我家现在住的这套，明明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。秦风，你这什么表情？痔疮犯了，尿急就去放水，等会儿再回来。那刘哥，您先吃，我去趟厕所失陪一下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爸手机从来不关的，今天这太反常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小峰，什么事？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爷爷，我爸呢？他在家吗？你爸在家，刚回来，怎么了？他回来之前去哪儿了？加班。你爸最近有点忙，所以回来的有点晚。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今晚我要回来一趟，你们晚点睡吧。听我爷爷这语气，应该是知道我爸被带去警局了。我爷爷秦鹤可不是个普通人，他是个老迷信。他当初说取名字不能只取1个字的，必须取2个字，否则人的命格就会不全。但他年事已高，也没那个心思再去改名字，所以他给我爸取名字，取了秦国文，刚好2个字。而我最初叫秦富冠，结果一场大病差点命没了。我爷爷请了个高人来看，结果高人说我的命格很奇怪。至于怎么奇怪我不记得了，因为我以前根本不信这些东西。我只记得那高人说我命格必须要缺点东西，否则我会克死很多人，所以我名字最后改成了秦风。你们要问具体的细节，那些我也不知道了，毕竟太久远的案子，只能知道个大概。刘哥，这2起案子麻烦你帮我们多留意一下，如果有需要打点的地方，你尽管跟我说。这个没问题，大家都是兄弟嘛。不过你们为啥要打听这个？刘哥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俩被鬼缠上了，而且这只鬼极有可能就是李秀梅。这事儿我信你们。你真信？毕竟这邪乎的事我之前还真遇到过。那是我刚当警察的那会儿，遇到了一起凶杀案，受害者是一个小青年，他被杀了后连尸体都找不到。你们猜之后我们是怎么找到他尸体的？这说的没头没尾，我们哪猜得出来？
这个案子最开始我们都没当回事，结果是小青年的母亲来报案，说她梦到儿子被害了，并且怎么都联系不到他儿子。这种事不好立案吧？我们都觉得很无厘头，怎么可能立案？但因为实在联系不上，所以为了安抚他，先立成一个失踪案。可是你们也知道，成年人失踪哪有那么好找？我们找了1个月也没找到。1个多月后，他又来报案，说他儿子又给他托梦了。梦里面，他儿子带他来到一个地方，并指着一个土堆，说自己的尸体就埋在那里面，并告诉他凶手的名字，让他去报案，只为了能把自己的尸体挖出来带回老家安葬，不然就一直投不了胎。然后呢？当时我们还是没当回事，但是我师父却信了，并且带着我们愣是跨省跟着那阿姨去了他梦里那个地方，帮他找尸体。你们猜怎么着？邪门的是，我们真在那地方挖出了一具尸体。后来我把这事说给很多人听，根本没一个人信我，甚至很多嘲讽的。而我师父却说，这地方几千年历史了，即使不信，但也要保持敬畏，毕竟人的见识终究是有限的。刘哥说的在理，这事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就不会信了。银两这脸色也太差了，说真的得重视这事，赶紧想办法解决，搞不好会出人命的。刘哥，主要是我俩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事，你给指条明路，救救兄弟这条小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这人叫赵老七，我们都管他叫七爷。以前我那个单位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事，都是他来帮着处理。这老头道行不低，这位老爷子是东北那边的人，性格豪爽，脾气暴躁，吃软不吃硬，所以你们各方面的对人家客气点。那是自然的，求人帮忙，而且还是救命，必须当祖宗一样供着。对了，刘哥有李秀梅的照片了。李秀梅是农村出来的，那个年代农村娃很少拍照，但她以前办理一些证件的时候肯定留有照片，我得花点时间才能搞来。秦风，刚才刘哥说的那间房子的第一任户主真是咱叔？我不知道，但8、9不离10了。这都是什么事？不过千万不能让刘哥知道秦国文是你爸，否则他肯定不会再给我们提供线索。我今天就不回去了，准备在洗浴中心睡一晚。你呢？我找个代驾后先回家一趟，必须找我爸问清楚，他跟李秀梅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我眼花了吧？车上怎么多了个女人？明明就叫了个代驾送我回家，这女人怎么上来的？还是我酒没醒啊？不对，这装扮是之前敲门的那个女鬼。停车！快停车！我要下车！老板，你怎么了？这里有鬼啊！里面有个女人，你没看到了？老板，这里面可没人了，我当时可就接了你一个人。您不是酒喝多了看花眼了吧？那就你再跟我一起检查一遍。我确信我当时没有看花眼，那人就坐在旁边。孟一凡，他什么时候把这玩意放我车里的？这小子挺贱的。二当家，你到家了？孟一凡，你够损啊！你把那只高跟鞋放我车里干什么？你他妈整你兄弟是不是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说啥？我他妈捡到的那只高跟鞋扔我后备箱的，你喝高了吧？那不是他放的，主要是我后备箱里也发现了一只高跟鞋。我刚才在车里还看到了那个女人。那你待会儿到家后就睡家里吗？我肯定不睡家里，惹上这种事，我怕连累我爸跟我爷爷。那你待会儿来我这儿了，人多咱俩还能搭个伴，明天一起去找那个赵七爷。行，我回趟家就马上过来。师傅，就麻烦你继续送我回家了。爸，你下午去哪儿了？加班呗。加班加到警局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个朋友是警察，人家什么都跟我说了。你什么时候在外面还有套房子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我已经跟警察解释过了，当初我名下确实有套房子，但那真不是我的房子，是一对小夫妻的。那是15年前的事，当时那对小夫妻要买房，但他们好像欠了别人钱，不能买房。只要被人知道他们有房，就会被起诉。一旦起诉，他们的房子就要被法院冻结拍卖。当时他们就给了我一笔钱，说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，名义上那是我的房子，但实际上房子还是他们的。您当初有那么缺钱吗？
当时家里不是还没买房吗？买房的钱还差5万，他们正好又要给我那么多。我心想，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事。而且当时你妈要离开我们，我以为有了房你妈就不会走，我就没想那么多。那您知不知道那房子死人了，有人死在那里面，而且尸体一直都藏在房子里。我也是今天去了警局才知道，那个李秀梅死了，但她真不是我杀的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死了呀。难道你跟李秀梅认识？你们以前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，跟他们没什么交情，而且见面都没见过几次。那女的叫李秀梅，男的叫吕正先。当时说给我5万，让我帮忙买房子，仅此而已。我爸这也太单纯了吧！他当年根本就不熟悉这俩杀人魔，就敢收人家钱。后来这对小夫妻，我就只见过那个吕正先。这吕正先说他媳妇回老家养胎去了，2个人准备把房子卖掉。虽然半年就卖房有点奇怪，但这吕正先又给了我5000块钱，让我帮忙把这房子处理掉。于是我就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姓丁的男人，我只拿了那5000的过手费。这话没问题，经我手的房主就是姓丁的，随后由我卖给了胡先生。您知不知道那个李秀梅和吕正先，他们2个在15年前制造了一起灭门惨案？还有那个李秀梅，她多半就是吕正先杀的。虽然警方还没定论，但是能悄无声息做完这些事的人，只能是同样住在里面的吕正先。你啊你，真是钻钱眼里去了。现在有人死在了那房子里面，我看你怎么跟警察解释清楚。总之您别跟警察撒谎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你只要没做过，法律不会冤枉你。但你毕竟是那间房子名义上的第1任户主，恐怕多少要担点责任。但这不是什么大事，到时候顶多花点钱上下打点一下。小峰，今天也不早了，就在这儿歇一晚吧。三位爷爷，这2天门店出了很多事，要去孟一凡那里商量点事情，有空回来。小峰，你最近这是咋了？脸色怎么会这么差？我没事，爷爷，可能是最近有点累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。师傅，麻烦抬到洗浴中心去。我爸那胆子绝对不是犯罪的人，我妈也刚好走了15年了，她并没有再娶，就是怕我受委屈。对于我而言，我爸是全天下最好的人了。几哥们，我介绍的这地方不错吧？确实好，这手艺真不错。我怎么又回到了那间房子？但是这块地方的装修像是10几年前的那种。主卧里有声音，有个男人在护墙，但是看不清脸。他护墙的地方就是李秀梅尸体藏匿的地方。面前这人就是吕正先吗？想看后续的各位，可以去我主页置顶作品左下角哟。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